生小孩带财，尤其是在房地产。因为生小孩短期来说，房地产的短期也都很长期啦。短期来说，叫做你生一个小孩，那基本上你就不太愿意乱搬家，对不对？因为很麻烦啊，学区啊、接送啊或怎样的，不太愿意乱搬家，就变相的会让你的房子咬住很久，住很久这样子，你会待在那个房子很久，都不去异动。好，那是不是你就很容易去撞到所谓房地产5年8年的大波段？好，那就起来了。好，小孩带财，那长期来说，小孩也带财，为什么？因为你生一个小孩，等他成年以后，各自都有一个首购资格，首购可以带8成对啊，所以古人早就讲了，多子多孙多福气，就这样来的。你看我们现在，我这个年纪的兄弟姐妹都不多，其实不是很多，不像我们爸妈那一辈，什么阿嬷阿公他们都生5个6个，一代而已哦。你看到我们爸妈这一代，大概都生2个3个就叫很多了。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又在那边大家提倡不生，但小孩子长期来说，等他长大成年，他就是首购的人头，对不对？他不管是自己要买房子，还是家里有自产的计划目标，那都可以是一张很好的牌。年薪快150万，仍然不敢出手，揭露高薪族群却步的真相。先说结论，因为他们薪水太高，但是失业的补助相对来说太低，所以他们买房子的时候会担心，如果失业缴不出来怎么办，这样就会卡住。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人口外移会拉低房价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年薪快150万，为什么还是不敢买房这篇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年薪145万养一家4口，买房冲一波，网意见分2派会月光。那内容是这样，就是一个网友说他看上总价1700的房子，那不用装潢即可入住，那他年收145万，月薪差不多12万这样，估计可以拿出550万的头期款，那剩50万来做紧急备用金。另外有提到老婆在带小孩，所以他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样。那他现在在考虑要不要买房，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以这个网友的状况，他不会买不起房子，就算他说他要买1700万的房子，缴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他想买却不敢买？我也看先猜啊，除了心魔以外，另一个卡住他的事情就是收入单一这件事，甚至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他来说还是真正的心魔。因为他就说他家里只有他这一份收入，全部都靠他这样，那当然会怕嘛，对不对？怕自己出事嘛。所以你要知道，收入越高越不敢买房，这个也是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才理解的，想一想也很合理。那我们也不是在聊房地产，就是他之前跑去生小孩，然后要回去上班，我们就闲聊。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只有请产假不请育婴假，请一请这样？然后他就说，因为政府给的育婴假补助很少啊。然后我就说，不是补助我到8成，怎么还会少？他就说，对，但是是劳保投保金额的8成。那像他的薪资收入是快20万，但是领育婴补助的时候，津贴是采用劳保的上限45800去做计算。其他公司也蛮佛的，他直接帮他保到这个劳保的最高级距。这个公司支出是相当的庞大的，所以他实际能领的钱就是45800上限去计算8成，就是36640，就3万6。所以你看，一边是3万6，一边是他回来上班20万，你看他要选哪个？所以同样的，今天这个网友他怕什么？他怕失业，日后缴不起。如果他失业的话，他领到的钱也是按劳保的上限45800去做计算，然后只能领到多少？大概是27480，应该就是这样，因为失业补助是6成。那他要怎么付房贷？他就爆啦。最后你要知道，紧急预备金要留多一点。那我的看法是，就这个网友他看的房子太贵了。我知道这个说法有点奇怪，1700万的房子，他已经有550可以当自备啊，月收又有12万，明明就可以去 cover， 那还说太贵。但如果我们还是回到稳健这个前提来看，就真的风险，因为他只保留50万当紧急预备金。那我会看先猜，他真的买下去了，这50万会被动用到，因为就算是不用装潢就可以入住的房子，多少还是会花一点钱，家电啊什么有没的，那瞬间就会变得很紧。所以这个预备金在他的情况，注意我说的是他的情况，全家就只靠他，小孩又还在花钱的阶段，对啊，所以这个预备金他今天是有能力留预备金的人，那就应该要把预备金再往上拉，去保护自己一家老小，先把家里顾安稳再说。那我又考虑到我们前面讲的状况，如果是买来自住的话，那直接贷款8成，头期款拿340出来，然后剩下的260来当预备金，这样我觉得这剧本比较理想。为什么？因为我要去防御未来可能没工作，找工作空窗期的风险，又有老婆又有小孩要养，所以当然是贷好贷满这样。
那越缴会比较高，比较高就比较高啊，它能够帮你争取到那个慢慢缴的时间，至少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稳当的情况。不然你读这篇报道，你会认为说他550、1700，他500万直接整笔这样给他干进去，是可以不用，留一点那个余裕在身上，等小孩长大以后，老婆再看想不想回职场上班。这是真的哦，就是我以为说在家顾小孩是一个很完美的职业，结果问了几个有生小孩的同事都没有，他们都想要回职场。我不知道，他讲很多啊，我讲出来就被延上了。反正就是女生也是就不想要整天都被关在家里这样。那回来职场，他的同事啊，还有他的朋友啊，还有他工作上的成就感，这个对女生来说发展会比较平衡。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年薪快150万为什么不敢买房。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有一个网友年收145万，想要买1700的房子，也准备好了550当头期，却不敢下手。那我的看法是因为他现在的收入太高了，那又是家里唯一经济来源，所以他会怕。例如说他月薪12万，但是啊他害怕了失业，依现在的劳保体制，他失业补助大概就只会领到2万7，所以他就真的会怕。你不要讲他，换作是我也会怕。那我的建议是可以考虑买更便宜一点的房子，然后房贷还是给他贷好贷满，就不要一次拿550这样干进去哦，就拿2成不是340嘛，你1700就340，或是你挑便宜一点的房子1500，那你就拿300出来，这样你手上会多200多万，就可以来做你的防失业紧急预备金。那每个月月缴会变高，没错，变高就变高，这是去争取到那个慢慢扣的时间，反而你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小的。对哦，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会 po 在这支赖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赖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哦 ，Map 地图啊，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哦，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哦，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哦。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哦。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好，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 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讲一个政府的德政，这就是德政哦，就是新青安。新青安它怎么样？新青安它最多，注意我讲是最多，不是说每个人只要是新青安，它一定都是5年的宽限期，不一定，看银行给不给你。新青安的德政在此时就是这是纯粹德政。你看哦，以这个网友的状况来说，是不是他买下去他就要各种怕？那如果此时他发动5年的宽限期，虽然我之前的影片都在说不要用宽限期，因为日后你要再拉钱会拉不出来，但以这个网友的状况来讲，他是买了房耗用掉大笔的钱财以后，是最危险的状态，所以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去降低生活的压力，去保护自己的一家老小。好，那他就用新青安了，然后他就尽量争取到5年宽限期啊。那他争取到5年宽限期，这未来5年以内，他只要付这个利息而已。你看他的压力是不是瞬间就低下来很多了？现在政府也都陆陆续续出了补丁啊，更新资料片，然后去防堵，比方说新青安不能出租或什么。但以这个案例来讲，他就没有要出租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是相当适合去使用新青安，然后他是相当适合去发动这个宽限期。好，那既然他也在看房子，他一定会知道新青安啊。为什么他没有提到新青安买房子？新青安，因为新青安绑配偶怎么样，名下不能有房子，说不定他们之前已经有房子了，那就爆掉那就是首购。首购的话，你看看争不争取得到1到3年的宽限期。我的思考是，不会有人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失业嘛？对啊，我们认为自己会活到70岁，但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所待的公司行业的巨头会这样一路继续到我70岁都还不会出事嘛？那公司商场上的竞争不是节奏很快吗？谁敢说自己会在同一家公司待到退休？那你总是会遇到转换跑道的时刻。那你转换跑道的时刻，如果你在最危险、最风雨飘摇、刚买房子的前5年有新青安的宽限期来做保护，那不是很好吗？对啊，你的压力会被大量降低很多。5年一到，你看你要怎么处理？我未看现在会继续换了，因为以这个网友的讲法来说，叫做小孩还在嗷嗷待哺，嗷嗷待哺再加5年。可能还没上小学你就要搬家，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即使房子有涨，所以我有一支影片在讲嘛，生小孩待产，尤其是在房地产，因为生小孩短期来说，房地产的短期也都很长期啦。短期来说，叫做你生一个小孩，那基本上你就不太愿意乱搬家，对不对？因为很麻烦啊，学区要接送啊，或怎样的，不太愿意乱搬家，就变相的会让你的房子咬住很久，住很久这样子，你会待在那个房子很久，都不去异动。好，那是不是你就很容易去撞到所谓房地产5年8年的大波段？好，那就起来了。好，小孩待产，那长期来说，小孩也待产，为什么？因为你生一个小孩，等他成年以后，各自都有一个首购资格，首购可以贷8成对啊，所以古人早讲了，多子多孙多福气，就这样来的。你看我们现在，我这个年纪的兄弟姐妹都不多，其实不是很多，不像我们爸妈那一辈，什么阿嬷阿公他们都生5个6个，一代而已你看到我们爸妈这一代，大概都生2个3个就叫很多了然后到我们这一代又在那边大家们提倡不生，但小孩子长期来说，等他长大成年，他就是首购的人头，对不对？
他不管是自己要买房子，还是家里有自产的计划目标，那都可以是一张很好的牌。当然以前古人讲的绝对不是预测什么2000年后会有什么首购可以用，当然不是嘛。他以前人在种田，他就是需要劳动力嘛。但我要表达的是，这个网友的最佳解应该是怎么样？就是他看上1700就看上了，你就贷款80%，你就去用新青安。如果你没有用到新青安的话怎么办？就是已经有房子，夫妻配偶名下已经有房子都卡住了怎么办？那你就去争取首购，也先不要搞到离婚来发动新青安这样。对，以上这个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政府的政策在这种人群身上就是真真实实的德政。因为可以帮他降低大幅的未来5年的压力，让他不要刚买房子就没钱哦，就血都快没了，然后在那边本利摊还，这是德政。那当然就会被一些投资客集团然后去做变化球的应用，在那边把新青安拿去炒房，可是这个路也封堵的差不多啦。所以按照我的看法来说，这位网友是幸运的，你看他有550万，550万的钱在身上，我认为啦，他的怀疑是合理的，他的心魔是合理的，怕失业。全家一人的收入而已，怕住一住之后自己失业，然后房贷缴不出来被赶出去用新青安吧。新青安此时的用途就是正当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政府希望你这样子去做的。那用宽限期5年的时间之内把家里再安顿好，该缴利息，那你之后要缴房贷，你有5年的时间去把你的收入做高或是干嘛的。那真的遇到了状况，比方说5年后经济怎样有失业的风险啊，怎样，那你就要把房子卖掉嘛，不然怎么办？到时候就把房子卖掉，可能举家老小就去搬迁到一个比较小的、比较便宜的房子去那边过日子这都是方法。不得不说，新青安的5年宽限期，在这种人群年轻小夫妻的眼里，真的是一个德政啊，真的是很帮忙这些年轻小夫妻。那当然，在投资客眼里就很香嘛，5年宽限期什么东西？天哪，真的假的？但现在的政令下，你新青安是不能出租的，你出租的话全部给他吐回来，所以也封堵投资客。封堵差不多了。那我现在看到新青安的问题是什么？现在新青安的问题是，它会有落日时间，所以你还没申请的，可是你的情况是适用新青安的，你的5年宽限期是真的能大幅降低你买房压力的，那你应该就要去发动。我之前的影片在提倡说，就不是这个情况，就是像我们现在要自产，自产的目的就是要把钱找个地方放。我还去用宽限期，没什么好用的那如果我今天是年轻小夫妻，然后我小孩嗷嗷待哺，全家收入就靠，我靠，那我要去发动那个宽限期，我不管，我没有去还那5年的本金会怎样，我不管啦，至少我可以把钱留着，我可以把钱存起来，我可以来抵御风险，而不是说就在没钱了，然后之后本利摊还，然后我怕的要死，这样把全家甩到一个风险以下，很恐怖的事啊！照顾好一家老小，这个才是男人该做的事情。那我跟你分享。